客厅是一家人最主要的活动空间，如果堆满了杂物，家人怎么能够好好的聚在一起呢？大家只能在自己的空间各做各的，一定会影响到家人的凝聚力。今天这位主角好像就有这方面的问题，不过没有关系，交给我，让我帮你们加减乘除，烦恼尽除。我是 Sharon， 我家住了7个人，平时各忙各的，家里都没有时间打理。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我们下定决心和专家学习收纳技巧，还自己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Hello Sharon。Hello。你好 Sharon。你好，大哥，你好。你好，你好，你要穿着很整齐啊，家里应该不是很乱哦。还好啦。还好啊，那还好，为什么还要请我来帮你嘞？只是来我的客厅帮我整理一下就好了咯。你讲一下的哈，一下就不是很多东西哦，不会吓死人哦。不会啦，只会吓晕你而已。哇，你很过分！你家在哪里？快点带我去看。这边，一起去吧。好，这就是你的家了哈。我开门啦。啊，进去。来，我先进去。哇，哇，哎，我在想哦，你家人全家应该很喜欢吃咸鱼炒饭哦。啊，咸鱼炒饭。你看有多少咸鱼的味道在这里？我现在进来我已经有点晕的感觉。为什么这么多鞋子？你们家里总共有多少个人住在一起？7个人。给我感觉，你家里这些鞋子从这边到这边应该不止7个人，70个人都有可能，全部都是鞋子。全部是鞋，谁的鞋子最多？我要抓他来打屁股。都有哎，其实都有哈。妹妹啦，然后爸爸妈妈、哥哥、弟弟。真的，你们不要炒咸鱼炒饭给我吃，我真的要晕了，真的要晕了。我来看，OK， 好，这个就是你的客厅哦。哦，你的客厅还蛮大的哦。对。这么一眼看过去，一个人没有在，人去了哪里？哦，你好，安迪你好，来，妈妈，刚才你听我讲话，你喜欢咸鱼炒饭啊？啊？为什么这么多鞋子？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女孩子你知道的啦。是的，哇，我觉得你们不止鞋子多哈，你们的 handbag 哈，bag 哈很多哈。这些准备要给掉的。所以平时呢，这个沙发是有给人家做的，而不是放这些 bag 的。放东西的。做的是在那一边。说你们也是很流行说买沙发来放东西。没有，因为上次我们换沙发的时候，觉得这一套还好，没有破损，我们就留放在这边咯。这个想法也是不对的，你看这样积下去，因为沙发不是小小的东西，这么大一样的东西，摆在客厅其实真的还蛮占据位置的。哎呦，原来不止汽水啊！来，还有这个所谓的过年的年货啊！我不懂，我的习惯就是要看有没有过期的。你们确定东西都没有过期？我们会看，要吃的时候会看。问题是我发现你们买的这几包都没有写日期的，没有注意到，对不对？就会打开看可以不可以吃。好了。会问他哈，有没有过期啊？味道不一样的，我们就不吃。这样你们现在还活着，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呢。你们秀下没有坏啊就吃，万一有一天真的坏，吃坏肚子怎么办？不行呢。我们很少吃。很少吃就不要买啊，阻碍位置。先生很喜欢。哦 ，OK 啊，红酒这应该也是安哥对不对？不是啊，不是，是你的啊。不是，其实是我哥哥，他喜欢收集限量版的那个酒，每次我出国都买到可以堆成一堆的时候，我就借用这个架子，然后放进去。你看这边都已经开始，不论是发霉还是作用都不在了嘛。好，这个不是我觉得想要知道的东西，我发现一个东西更可怕的。这么有个尿布在这边。那个是狗小狗狗的，狗狗的。这个是用过还是没用过的？因为现在用了应该丢掉了，不可能放这里。很难说，有些物质可能忘记呀，对吗？然后你把这个东西跟食物跟饼干放这么靠近，哇，真的是很不卫生呢。所以这个以后还需要吗？这个外学了？可以给人哦。好，我们再继续讲这边的话，这边还有很多包啊，狗的东西。谁要养？妈妈？妹妹啦。这堆衣服又是谁的？啊，来看一下，怎么会把衣服摆这边？是没有地方放进我的橱了。你的橱里有什么东西？就是可以满到旧的衣服没有时间去 clear，旧的就把它丢掉，然后这些需要就把它放在房间，这边就省掉一个位置了嘛，对不对？OK， 我们现在再来往还有这个角落噔噔，灰尘哈已经不在话下了哈。从实招来，谁的东西？都是我们不要的东西。不要
呀，有些不要，有些打算要给掉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对对，电子钢琴，这是我妹妹也在玩的，还有在还用吗？在学，还在在学。学可能学，请问他静态不好，他会浮在天空这样哈？所以就现在暂时没得。什么暂时？我相信这30年都没有动过吧？有，最近才去学的，去年还是什么才去学。所以这东西是最近才摆进来这边的。年尾。什么 ？OK， 什么东西啊？我可以描一描吗？一些书本啦，然后一些又是 handbag，你第一个拿起来就是 handbag， 所以这么多 handbag， 还有这些都是盒子，不要的盒子。可能那些电器还是什么的之类的，电器都是我们肯定都是我妹妹的东西。都还新的。对，就是要给的咯。就那一堆里面有他说的88%是要给人的，虽然我没有全部都打开来看了，但我大概一眼这样瞄过去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给很多慈善机构的。我觉得这些东西你放在家里没有用，甚至那个冰箱对吗，也应该送出去，然后就能够一举两得，能够让自己家里更整齐，又可以帮到一些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应该这样做。好，我们来看一看这里哈，这里我是发现到整个家里哈，好像只有这张是桌子，像你们在这里吃饭的。没有哎，这个其实是我爸爸在疫情的时候在家里办公。有一点伤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爸爸嘛，应该有一定的年纪了，然后那个桌子其实不是给你好好做工的，那个桌子是给那所谓打麻将的，然后那个椅子也不舒服的。你们一家这间屋子里面总共住了7个人，那7个人应该是这30多年来都没有好好坐下来一起吃过饭吧？过年坐在哪里？团圆饭一定有哦，在厨房那边哦，还是有有的，平时就没有了。能够做一家人是一个缘分呢。对，这一生就一次而已了，你们一天一天这样浪费到以后人家老了什么说，你们会后悔的嘞。然后孩子要主动嘞，所以这个是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呀，机会咯。是，我一定会帮你。好，这个地方本来很大的，但是让你们这样摆的沙发、桌子这样乱摆以后，你看整个地方变成好像凹陷，然后这边凹陷，这边凹陷，然后这边凹陷，很浪费空间呢。我觉得还有那个也是很特别，我们去看看好不好？那边那个角落，来看看这个角落哦，这个角落也还蛮特别，这边也是一个工作室，工作位置。对，我在这里做工。因为疫情关系了哈，家里变成半个 office， 爸爸在那边做，你在那边做，对，弟弟在那边做，妈妈呢？妈妈不需要了，她在外面做工的。你错了，你妈妈也做sideline，你不懂。才玩多sideline对。你什么sideline？你跟我讲。又护士啦，有厨师啦，清洁工啦，什么的。还有裁缝师，你不懂而已。对。这为什么我懂呢？是。一个家里面哪里有2个 steamer， 2个烫斗？一个家里面你们需要这样多烫斗？这个我用。这个你用，这个呢？这个 steamer 我不喜欢用。如果这个不喜欢，给人。真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家里面真的需要有一个，不管是沙发也好，饭桌也好，还是一个角落也好，让你跟家人、跟爸爸妈妈真的好好坐下来聊天。我觉得真的需要，不要等父母亲老了哦，才来去做这东西，太迟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答应自己，把你们这间屋子做到让整个屋子更加有凝聚力，这是我最大的目标。OK，好，现在抱抱下来，一家人抱抱下来。嗨，大哥，今天的客厅哦，会不会吓死人啊？不会吓死人，只会吓晕你。啊，这样也很糟哎。不招也不找我们啊。其实这个家的客厅很大，但是东西一样很多哎。就算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没有办法聚在一起，所以妈妈感觉到很无奈。哇，这样的状况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不是很健康。所以我们要帮他打造一个很温馨的家，让妈妈找回一些安慰。好，那我们说做就做，直接找专家帮他们解决问题。走。我是 Jasper。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必须是以人为本，从发现需求到解决需求，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来，请进。Hello， 妈妈、小人，天，你们好，来给你们介绍了。他呢就是灵魂人物，非常重要，要帮你们改造整间屋子的一个。靠你了。我们才真的要靠你们把这间屋子的东西要全部丢掉才可以做，对不对？对。OK，Jasper， 怎么样？第一个感觉？其实进门的第一个感觉，玄关非常的狭窄，因为堆满了鞋盒。其实这个客厅是很大的，但是摆满了杂物，所以导致我们看起来不知道要坐哪里好。这里的天花板也是泛黄了。然后哦，我看到那里哦有一张麻将桌，你们喜欢打麻将？不是打麻将的，来，跟我来，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来，
这里应该是一个工作间。请问你们谁在这里工作呢？一家之主。你家里的王上，爸爸。我看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吃，你们怎么坐在沙发还是？对，看电视机咯，一边吃一边看。哦，所以你们分开吃。分开吃的通常一年只有一次挤在厨房吃，新年的时候对吗？那小小上的团圆饭。你看团圆饭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吃饭，没有，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哈，这个餐桌一定要给他们的。好的，啊，这里呢就是女儿的工作区，哎，你比你爸爸幸运的，你有自己的 office 哎，自己去弄出来的一个地方。来，什么好说的？还有什么？哎，怎么会有一个衣橱在这里呢？就因为也是太多东西，然后就看起来还好好的，然后我弟弟还有我哥哥的衣服就放在这里。衣柜的位置放在客厅的角落其实是不对的，它导致整个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很多东西要说，你看这一堆内在美。家里客厅有晒内在美呢，应该不是第一件了，但是是第一次，看到主人这么大方的，让他们的内在美让我们全部人看到完，一家大小的内在美的都放在外面，而且不只是一个人的，这还蛮 surprise 的。哇 ，Jasper， 这个客厅非常大嘛，对不对？听像主人啊，你们想要怎么样的屋子？当然是希望那些鞋子可以隐藏起来，储藏空间嘛。对，你们呢？那种 simple minimalistic 啦，可是它又要那很多粗，我不懂可不可以放在一起啦。然后那种 contemporary look 啊，哇 ，contemporary。你们觉得他们讲的时候，我就想偷笑嘞。要都那么杂，要简单点。我进来的时候，这个屋子根本都不是他们的 concept， 对不对？怎么可能？然后弟弟呢，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屋子？比较多空间，可以一家人可以聚，多一点人可以来做客之类的。加油！加油了，交给你了。加油！这个客厅堆满了杂物，给人一种压迫感。我应该会大量的运用白色，让整个空间整洁明亮。我是欧阳浩山，收纳整理不等于全部丢弃，你可以按自己的需求保留能给你带来愉悦的物品。欢迎你山，大家好。有山在，你们可以放心的，因为它可以把你们客厅该有的空间都还原给你们呐，是不是？是，可是我觉得我们根本都没有空间做收纳。Exactly， 所以我们先把一些东西丢掉，我们先把山丢掉。你不可以走，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沙发先暂时丢出去，好不好 OK， 其实它的客厅跟饭厅都非常的大，可是我们通常大的家呢，就会有很多隐藏物品的地方哦。所以这个家真的是不例外，太多物品了。第一呢，我们要问一下这块区域用途是什么？休闲。休闲好，先听我拿一下。吃饭。饭 OK， 所有可以跟这些用途有相连的东西都可以留下来，可是呢，就不可以留太多。所有跟这些功能没有相关的东西，其实应该是搬走的，或者是送给别人啊，或者在卧房里面，可能呢，对吗？OK， 好，所以现在请小帮手把箱子都拿进来。来，拿进来吧，拿进来呀 ，all the box 哦。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一块区域开始，先把这些东西先拿出来，然后分类。这是谁的？哦，这个是文件，这个要收的。这些其实我们可以决定一下，这些东西要不要收。那这些是属于谁的？哦，妹美的，全部都属于妹妹的是吗？那就放在一起。我跟你们说，我刚才看到一样东西，这是新年的时候的吧？不是过后的，过后哈，过后啊 ，best before， 刚过的6月刚20刚 best before but good after 吗？这个呢？八卦肉干呢？肉干多久了？老老实实。都不记得了，来，可能分分钟是前年的食物，真的，3对不对？食物，你看，第一，你不记得什么时候买；第二，这些肉的东西很容易坏掉的，对，还有都没有写日期的，对，非常危险的。如果截止日期已经过了，我们最好就不要使用它。来，你这边还有一个盒子哦，对，我们来，我们重吗？很重1、2、3，哇，有金条。你就等了金条，哇，什么的？什么东西来的？文件。是文件。文件，还有一些就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对，宣传的那种。重点是谁的？不记得。不记得了。记得。那其实是不需要了吧？爸爸就是哥哥。
如果没有分清楚哪一些东西是属于谁的，那做取舍的时候就非常困难，而且没有办法看得出这个人到底囤积了多少东西。是吗？这个高腰布，2020年已经过期了。来，还有这边上，你看对这边还有一大堆杂物啊！那个黑色的袋子是谁的？哇，这个很重，什么的？哇，啊，这是我潜水的东西。哇，你们家里很多很厉害的多宝藏，这是拿来挖宝藏的东西哦。哇，下海挖宝藏，所以这些东西还要吧？可能我要打算去给人，还是拿去卖掉了。我要看他的那个状况怎么样。说这个应该把它放成 KIV 还是那 KIV 就吧 KIV 吧。对好 KIV KIV 对，因为这很个重哦。这个也不属于就是休闲跟吃饭。然后这些还有很多，这个，哇！当我看到他们平板电脑的电池已经炸裂了之后，我真的为他们感到很担心，因为这种电脑的电池一旦炸裂，可能就会着火，甚至有化学液体流出来的时候，就会造成危害。哎，我很开心的，现在基本上这整个部分您大概知道是可以清掉了。对，浩伟大哥是，我有看到一样东西，我一直觉得不应该是在客厅的啊什么东但西是就是我们没有讲到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哦这个冰箱，啊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冰箱？有开电的吗？没有吧？没有盖电的。我想问一下，冰箱是坏了吗？不知道。你看妈妈很不舍的样子。我真的觉得这个不是你家嘞，妈妈你的反应很好笑。讲好还是不好，因为很久没有开了。是，但是我觉得之前是好的，你们就把冰箱当成一个储藏室，根本就是啊，一个柜子就是橱柜的样子。对，你懂有一个味道，你有没有闻到？我那个塑胶从进门就有味道，到现在真的有味道，进门就一大堆嫌疑味了。OK，妈妈，这个冰箱不管它能不能用的好了，我觉得基本上摆在客厅就不实际的嘛。不用讲多了，直接拿走了。这就是一家7口的鞋架，一进门就是一堆鞋子，很壮观哦。哦。这个很像博物馆。 OK， 我问你们2位女生了，来，通常女生都是喜欢鞋子的嘛，对不对？对你们鞋子有这么多吗？没有，我数过了，我家里可能差不多18双。真的啊？从实招来这边是谁的鞋子？妹妹的吧？又是妹妹。她有做一些可能 event 这样的东西，所以她可能需要就是这么多不一样的款式的鞋子吧。可是不一定要说全部都摆出来吧，对吗？可能有一些鞋子它比较少穿。 OK，对，而且这些盒子很会积灰尘的。是，而且分分钟有些盒子根本都没有鞋子，来随便拿一个就没有鞋子了，没有鞋对啊，都没有鞋子的。看这些都有发霉啊之类，因为我们脚有脚气嘛，如果常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一定会发霉的。然后这边开始到这边是谁的鞋子比较多？有我的 OK 妈妈、弟弟啊、哥哥啦，都有啦。我妈妈比较少。先从妈妈开始，妈妈哪一双是你的？全部都是拖鞋耶，妈妈的。这双可能要丢了，很好穿啊。还有一双，妈妈当时就是7双，对不起，7双鞋子，而且妈妈你的 taste 差不多一样的，全部都大概同一个款式、同一个颜色的，差不多。我都不好意思叫妈妈取舍那几双鞋子了，这双可以丢掉，还在穿，可能要喜欢是不是？啊，我做工穿。妈妈真的这个鞋子都裂了、平了，而且这个如果下雨天的话会很危非常危险。所以我买了一双来穿。好，那就穿新的吧。妈妈，这个是为了保护你安全，而不是不要不舍得你跌倒的时候只是麻烦的啊。这双直接拜拜。拜。 OK， 这边我觉得妈妈合理。 OK 啦。合理对。一个女人有5双鞋子是情有可原啊，是非常合理的啊。妈妈请让位，现在我要看的是弟弟先哦，弟弟啊，通常来看看你的鞋子有多少双，就这样。哇哦，平哇，时好简6双，单哦。合理，对不对？拖鞋2双是合理的，有时这双穿腻了穿上，或者坏了有一双 standby 嘛。而且这10双鞋子都不同的款式的，对而且都有原因穿，对不对？是 OK， 基本上我觉得男孩子有6双鞋子也算合理，也不可能叫你去穿。对，好，你可以让位了。
另外一位主角不用看了，点来了，剩一下的眼看剩下都是你的啦，爸爸不可能多写的。下的一些可能可以丢的啦，马上可以丢的比，如说就是可能这一个鞋底早就应该丢啦，对这个都已经开到这样的还不丢，而且它这边有那个旅行的加多啦。但是你们都没有用吗？再用一些啦，说这些新的我们会就是更换啦。我们可以放在房间里面或者是 store room，等到有用的时候，因为毕竟外面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放的就是正在用的东西。哦，OK，做其实很简单了，基本上就鞋子很简单，就有需要穿的、常穿的我们就留，不要的、坏的直接丢坏的全，部不用留的。算了，你们慢慢聊哈，我慢慢去挖东西。 OK，你们 OK 先帮我解决掉这一堆哈，我去挖什么东西哦，来。来，我们有几个烫斗？为什么要2个呢？哎，那个拿李子2个、3个。这边还有一个啊，不懂去了哪里而已啊。妈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样多个啊？对，我比较喜欢用这个是干烫的，这个是因为有些衣服很难烫直，就要喷，要水蒸汽所以3个都要再用。我媳妇比较用那一个，家里一个烫斗，或者一个烫斗一个 steamer，我觉得合理。难道你全家人7个人7个喜欢不同的烫斗，就买7个烫斗来烫衣服吗？不可能嘛！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其中至少1个到2个捐出去。选一个，马上选。选2个啦，2个啦，这2个好不好？OK，媳妇不关我事啊，是家婆讲的啊，这个不要的啊，不关我的事。好，这个可以了，拜拜。OK，一个走了。哇，然后还有这边有很现在有什么多，东西？这个什么这个是窗帘布，窗帘布应该放在房间里面吗？都还要不要，只有讲还在想哦，通常就不要了，不是啊？回收这里好。这些留了这么多，我们已经2年没有出国了，对吗？我不是人用的，我是洗床单的。你用这个过期的冲凉的拿来洗床单，你看里面啊，完全变质，你看到里面有一层白白的，不懂什么东西。这个的这 expiry 个不 date 是是2016。于是不用 check 的，我肯定我这样一眼看过去，全部都过期的。你允许你妈妈拿这个来洗的？是咯，我看做真的太多了。啊，你的手这样。妈妈的手坏怎么办呢？不可以这样子丢掉。这些谁的？记不记得？What is this? Good answer. 啊？哇，还有袜子！哇，都已经生锈到。哦，你看。 Oh my god！ 这个我拿了，确定是哥哥的吗？哟呀，丢掉。全部的那些都已经生锈了，对，而且还会开始生锈了，裂了，它会裂了，会掉的。发霉了，看到吗？这2幅画是谁买的？我小叔给的，这幅是很大幅嘞，没年想到年有余，其实很漂亮。为什么把它面向墙壁，然后堆积一堆的灰尘？你看，不要了啦，没地方挂了，家里太多东西，好像变成你都知道很脏多哦。不然就不会叫你们来帮我了。你们这样来对我，好厉害讲话哦。那还要吗？我是不想要啦。哦，爸爸要不要？你看，妈妈不要，爸爸要，惨了。我要怎么做决定呢？然后这幅呢就山水画，爸爸这幅要不要？然后又在点头嘞。要的嘞。只留一副啊。好了，我们也不要为了这2幅画跟爸爸过意不去。过意不去了，因为他毕竟有他纪念价值，毕竟是他亲弟弟送给他的。我觉得就让爸爸留下来，留在房间，等我们第3系列的时候再来帮你好好收拾你的房间。OK， 好，我不要跟爸爸，我不要他们闹家变，然后妈妈跟爸爸为了这幅画吵架。来，我们现在这样子把它放住。哇，这样基本上我们这样望一望哈，山这边的 OK， 我不是说完全清理，但是这边大概都知道是一些姐姐的一些文件，然后下面这些都是一些木箱，我觉得还好，看下去都七七八八，对不对？觉得这整间家呢，其实没有做太大的问题了哦，就是我觉得该收纳的都收纳了，然后希望呢，真的就我之前所说的，我希望有一张饭桌，
让你们一家回来的时候能够聚在一起吃饭，聊个天，那是我最大的心愿。加油！加油，好，加油！哇，现在是晚上快要10点了，我们现在才有时间吃晚餐。唉，吃饱了，可以继续开始收我们东西了。今天我和妈妈要把那些要回收的东西都带去回收站。经过差不多1个星期的收拾与打理，我们的客厅终于把杂物给清除干净。Jasper， 你打算给学生家做出一个怎样风格的设计？我打算为他们设计一个现代简约风。现代简约风主要体现在它的设计是简洁大气的，减少过多不必要的装饰，多花一些心思在装修材料方面，主要体现在这个线条的流畅感。那你为什么觉得这个风格会适合他们？因为这个风格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耐看，第二个不容易过时。这是耐看非常重要的。对。Jasper， 你今天会推荐什么样的家居给 Sharon 跟妈妈呢？主要我会根据客厅的面积、整体设计的搭配去选择几套家具给你们。我已经选择了几款了，我们去看看吧。OK， 好。沙发是客厅的灵魂，它会影响整个家给人带来的第一印象。所以我们要找的沙发必须符合2个要点：坐着要舒适，放着要合适。哇，这套沙发很不错哎！妈妈，Sharon坐下来。哇，怎么样？很软，很舒服啊。妈妈，你不是喜欢看电视吗？你就可以躺在这里看电视了。哦，而且爸爸工作累的时候就可以躺在他的王位。其实我做工累了也是可以躺在这个沙发上休息看电视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韵诗你先起来。好，我坐这里。这里有一个隐藏式的空间，可以收纳你的。可以藏东西耶！对，哇，蛮把我们大的要的东西全部藏在妈妈，下面。你们也起来。其实还有一样事情可以介绍给你们的。啊？这里还有一个隐藏式的内抽屉，把它拉开来，它就是一个沙发床。哇，还可以伸懒腰。怎么样？怎么样？喜欢吗？哇，很爽！哇，这套沙发功能很多，而且大小适合，对吗 ？OK， 买它吧。OK，我们去看别的。好的。现在我们要选饭桌。太棒了！你成功融入饭桌在你的设计里哦。没错，我帮Sharon和妈妈挑选了2张不同的饭桌。第一张是这一张圆桌，它是现在很流行的新的 stone， 中文的名字叫岩板。它是用天然的原料，经过高温高压生产出来的材料，耐高温不怕火。而且它耐磨耐刮，可承受的破坏强度很高。它摸起来细腻又舒服，而且保养跟清洁都比较容易，是个不错的选择哎。感觉蛮不错的。可是Sharon的家里有7个人哎，这个桌子够坐吗？这个桌子可能可以容纳下6到7个人，不过会稍微有一点挤。我其实还有另一个选择，我们一起去看看。好啊，带你们去。 OK。这张桌面也是新的 stone， 乍看之下它是一个4人桌，其实内有乾坤。哦。它根据使用情况，哦，可以拉出来。可以把这个打开，哦，可以坐更多人。这样4人桌就变成8人桌了。而且你不需要用它的时候，可以把它收起来，节省空间哎。对真的耶，耶。真是不错。妈妈，Sharon，你看，它的桌角是移到最外面的，所以你即使放另外一个椅子进去，这样坐下来也不会挡到脚哎。很好，而且你不用等到新年就可以吃团圆饭了。可以坐更多人。那我们看了沙发，还有看了餐桌，我们再去看还有什么要买的，再一次过做决定，好吗？好的。走吧。好，我们这边走。
请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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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怎么样，妈妈？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哦，真的是很不一样。是不是真的不一样，对不对？以前的根本不像一个客厅，现在你看还原你的客厅给你了，是不是是？很整洁，现在。迫不及待的可以坐在那个沙发上，跟每个人一起看电视啊，然后吃饭啊。可以请多一点朋友来聚集。对，我相信这几年来哦，没有人来过你家，对不对？终于可以请朋友亲戚。不敢请朋友来。现在你们可以开拔地了哦，排队100多个人外面排队慢慢进来参请观。朋友来。对， Jasper， 你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设计概念。我的设计概念主要以黑白灰为主，再以线条和大地色制造一个冲突感，主要体现在电视机的背景墙，还有大厅玄关的地面。非常漂亮。哎，之前的地板是地砖，对不对？对你做这个设计，好了，哇，妈妈。然后你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设计呢？这个主要是方便打理，而且它是整个灰色的，是一个客厅的主色。然后窗口的部分呢，我们特地留空，所以客人们一进来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展示柜。非常漂亮然后。天花板也是做了一个设计，对吗？对，天花板我们也是用线条的设计，营造一个氛围灯的感觉。哎，我喜欢了，我觉得很简单、很干净的哈。正是我想要的那种简约风。哎，等一下，这个是你弟弟的房间吗？对不对？门在哪里？现在要从窗口爬进去啊？门应该是在这边。哦，妈妈懂哈。位置啦。来，怎么开？这里哈，哎呀，是这样压下去哦。哎呀，我不想看到里面，里面太把门关上，符合这个客厅的设计了。哎，不错嘞，这个设计哦。为什么会有这个线条设计的？这个线条的设计其实从玄关部分鞋柜一直延伸到客厅的底部。哦，一进门的时候看到鞋柜是线条的连贯到这里，让整幅墙没有那么单调。而且你加了3条这个 LED light 哦，哎，不错嘞。哇，不错哎哦，哇，喜欢嘞。很有立体感。对Sharon， 有一件事你会更喜欢，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OK。哦，哇，嘿，哇，这个空间是给我做工的吗？对，确认特地为你设计了这个空间。哇，这个桌子很大很美嘞，我喜欢。对，特地为你设计了家庭办公空间。 OK。对，下面是简单的抽屉，上面都是有收纳空间的。还有这边上面也是对，，还有这个上面，哇，很多啊。哇，很深耶，够你放你的东西很多那些文件啊，很多。之前你还记得吗？你办公的地方在哪里？还记得吗？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就这么一点点位置，现在给你这么大嘞，啊，这么开心，对不对？对。而且又够亮，又够干净，又多储藏的空间给你放。我在这里还可以看电视呢。对哦，没有想到哦。你说你要买一张椅子，然后是可以转的，哇，这个转那转上转下。哎，不要说一个人的，你2个人坐都可以哦，这个位置哦，是不是？说是真的。真正的地盘哦，没有人可以抢的，就是妈妈跟爸爸的地盘。我们过去看看，来，哇，这个地方刚好就配合我们6个人，来先坐下来，我们坐下来聊 ，relax 一下，让你感受一下那个家的感觉，哇，一家大小就应该是坐在这，对不对？是不是好像我们是这样子吗？一家人坐在这边聊天吃饭，多开心，对不对？Jasper， 真的不错。为什么要把这个饭厅的位置摆在这里，不是摆在其他地方？主要这个位置需要跟工作间隔开来。对，因为轩仁上次有提过，他跟爸爸有时候会2个人同时在一个地方办公。所以女儿办公在那边，爸爸办公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爸爸在这边，妈妈也应该在这边。妈妈为什么呢？有一个角落是给妈妈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角落。哎，这个我们需要站起来一下哈。来，Jasper 给你一个小小的设计，送给你的。我来了哦。这个是一个烫衣。哇，对，这是一个隐藏式的烫衣板。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烫衣服了。哇，这边烫衣服，然后爸爸这边做工，哎呦，多么恩爱嘞！哦，你们2个最好不要打扰，电灯泡是不是？是不是？做他的，我做。是哦 ，Jasper， 先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当时我看到这里的窗户，我就觉得这里的采光其实是不错的，是可以善加利用起来这个空间。那个氛围很好。你最大的心愿，我记得你说你希望能够一家大小能够真正的坐下来吃饭，对不对？对。 Jasper 用行动完成了你们的心愿。谢谢你 ，Jasper， 谢谢你 ，Thank you so much。OK， 现在我们虽然是还原你的心愿，只是还原一半年的，还有一半呢，就是希望还原给你们一个温馨开心的家，一个客厅，好不好？好的， OK 好的，一个整洁的
加。OK， 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就我说了嘛，设计师给了一个很漂亮的客厅，只是个外壳，那里面内在很重要，要懂得怎么收纳，那才是最完整的。3，交给你了。第一，我们要先把所有的箱子先理一理。OK， 这些文具呢，我们可以把文具呢放在抽屉里面。文具我们分成现用跟备用的。现用的我们就放在一个很容易拿取的地方，备用可以放在一边。等现用的用完了之后，需要填补的时候才去备用区拿取。来，我们先把这个都放在抽屉里面，而且你要注意一下咯，如果我们这样直接放在抽屉里面，我们开关抽屉的时候，是它会滑进去，它会滑动，所以我们有最新的双面贴，所以我们把它打开来，就可以把它粘在这个盒子的下面啊，下面这个角。OK， 你然后它就会固定。而且呢，这个双面贴呢，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你粘了之后，你还可以拿出来。而且它也不会粘连在那个桌子的地方，然后随时你拔出来，它没有硬，对不对？嗯，对。试试看，放进去看看。OK， 然后你把它固定下来，压一压，稍微压一压，不用太大力。哦，很好，哎，这个很好，我没有想过这个方法，哎。对耶，这个很好，很好。所以我们其他的盒子都可以类似。好像现在我们把它拼了起来，这个大件物品要放哪里呢？放不进了，对吗？所以我们还可以就是把它移，腾出中间的一个空间来，刚刚好，对吗？所以这些盒子都可以来换去的。是，所以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哦。都已经粘了双面胶纸，对不对？对。试看开关看。好。哇，很好。好厉害哦！哎，这个好，这个好。OK， 现在呢就是来说是所谓妈妈跟爸爸的东西哦。我记得我没有记错，是爸爸喜欢买东西，对不对？对。零食啊，对吧？OK， 3零食啊，这些水啊，是不是可以放在这边？因为这边属于吃饭的地方嘛，对，可以放在这边对吗？顺手啊。OK，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这整箱放进厨里面吗？可以哦。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分成液体跟非液体类的。我们把豆干啊这些非液体类的，我们都可以放在里面。这是 OK。对。哇，可以放蛮多的不要太挤，因为如果太挤的话，我们看不出里面是什么食物，所以就很容易忽略掉了。所以我们可以分为一大类。然后还有液体呢，我们可以把它分在另外一个饮料。然后可是饮料我们要把它拆开来之后可以把它放在盒子里面。然后当我们已经把盒子填满了之后，就代表不要再买。对，除非好像喝剩2罐了，哎，是时候买了，大概知道2罐再继续添购嘛，是不是？很好，那我们应该放在妈妈身后这个。OK。食物已经收纳好了，现在就是妈妈的这2个宝贝哈。这个宝贝呢，就是妈妈的这华丽烫斗啊 ，steamer 烫斗，我们都把它拿出来，好不好？那怎么样收纳比较好呢？这些小件的物品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小的盒子里面，当有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应该这样子，而且整齐，尽量是直立式的方法，容易拿。这样子比较容易拿。然后这个就直接这样放吗？还是要放盒子？不是，我们还是要盒子。对，就这样子摆放吗？烫斗是不是要有一个方法可以卷它的那个电线的？对，来，我们收电线的时候，它有自然的卷度，所以要跟住自然卷来捆它成一个圆形，一个圈，对，圈。然后我们到差不多要收尾的时候，最后1个半圈左右，我们就把它穿过这个圈，穿过去，穿几次，而且你要把这边也穿进去，所以这样子扣着就行了，就不会掉。你看看。就这样
是哈。那我们必须要把烫斗放在哪里呢？把所有的烫斗都可以放在这边，是整整齐齐这样摆放。然后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拉出来，随时使用就行。哦，比较容易拿上拿下。对，很好。就好了，整整齐齐哦。学到了，太好了，是不是哈 ？OK 了，现在还有一个哈，我觉得很头痛的，就是外面那堆鞋子，记得之前进来的样子吗？现在有一个漂亮的鞋橱，现在就要用最对的方法，怎么样收纳鞋子？怎么收比较好？可以。第一，台面上不可以有东西。你看我们这里有4个鞋柜嘛，对，所以我们把它分成4个人，爸爸妈妈、姐姐、弟弟。我们可以先从姐姐跟弟弟这边。 OK， 好，可以。好，第一，我看到这边有很多雨伞哦。哪里？哦，里面有很多把雨伞。雨伞该不该是放门口呢？应该对哈。对呀，因为我们出门的时候下雨天，就立刻可以拿到雨伞。OK，说先收纳雨伞。可以呀。 OK， 好，怎么收？来，就先把这个架子粘住了，我们就可以把雨伞这样放进去。哦，这样放。对，就插进去就行了。哦。放蛮多的哦。 OK， 雨伞摆放好了，现在就要摆放女儿的鞋子了哈。应该从何开始？先把这一双，不要把包装都放进去，因为包装会把所有的水分呢就 trap 在里面了，所以就不可以。给它空气流通哦，不然容易发霉的。来，我们先把这一双鞋子先放进去。靴子的话呢，我们不可以站着放。因为它会占太多空间嘛，所以我们就平放，就是一只是这样，然后另外一只是反方向的。哦，这样子会节省空间。而且冬天的鞋子比较少穿嘛，对不对？呀，所以我们摆在把它摆在最底层就可以。哦 ，OK。然后呢，我看到小人很多拖鞋哦，拖鞋可以这样子放。哦，这样子可以啊。来也可以对吗？插进去就好了，所以节省非常非常多的空间。OK， 现在是到弟弟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直接这样子放进去，可是尽量如果不够位置的话，我们可以一前一后。OK，Sharon 跟弟弟的鞋子收好了，现在就是爸爸跟妈妈的鞋子。之前呢，我答应过把一个客厅该有的样子还原给你们，设计师做到了，3爷把最好的方法教你们怎么收纳。但是先跟你们说哦，这个沙发不一定会给你们的。你们一定要答应我们，保持这里干净，好不好？不要杂乱哦，不然的话，我们随时会来这里突击检查，把你的家具全部搬走。千万爸爸，我知道你们一定做到，肯定比以前做的更好，一定可以的，好不好？好，加油！加油！爸妈年纪大了，我们一直都希望有个舒适整洁的客厅，给他们好好养老。我以前只能在杂物堆里工作，现在却有了专属的书桌，感觉很棒，也很开心。现在家人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我很喜欢现在焕然一新的客厅，感觉变大了，又美又实用。最开心的是，以后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坐在一起吃饭了。有人在家吗？